刚要练习冥想，很容易思绪会飘掉，自己心里就会觉得那这样就没效。如果我们练习的过程发现不用则已，一用觉得脑袋里面胡思乱想突然变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是好消息。如果不静下来的话呢，那些压进去的 memory 是不会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把有效视为无效，它就是有效，所以我才能够静下来，它才会冒出来。压力大的人会很不好睡，他身体已经累了，想要休息了，但是他眼睛闭上呢，还是睡不着。交感神经呢，就像那个汽车的油门，踩下去它就往前冲；副交感神经呢，就像刹车，踩下去它会变慢。那我们把交感神经操得太凶的时候，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该动作了，该活化了，它反而慢慢就。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脑科学的博士，我们的张刚明博士，能不能请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刚明。今天可以聊这一集，有一个问题很想问，就是我有看到你是那个交通大学电机跟控制工程的博士，对不对？但是你反而有很多的研究是跟那个声医讯号有关的，会产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什么？我们在工程领域当中有一个是医学工程的领域，那电机领域当中呢，我们传统在做讯号处理，我们算是讯号处理的领域。那讯号处理大家可能看到是雷达啦、飞弹啦、飞机啦这样的讯号处理。那我们医学工程领域当中呢，一部分要解决人的医疗上的问题，是那脑波是其中一个讯号。那因此我们把通讯领域当中这些讯号处理的理论跟方法，我们把它转移到研究大脑的讯号，就像当初在做地震波一样。地震呢，我们会去找地震的震源在底下的哪个位置多深。同样的呢，我们在大脑插了很多电极，然后合起来去计算我们大脑里面有病变的地方是在大脑的哪个区块多深。好，这是类似的概念。所以医学讯号处理这个已经是几十年前就慢慢成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理论方向。是，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它是需要很多很扎实的工程讯号处理数学的一个训练背景才能够慢慢转过来，所以这是跨领域的一个学问。像压力大的人会很不好睡，可能他白天的工作同时多工处理很多事，可是到了晚上他身体已经累了，想要休息了，但是他眼睛闭上呢，却还是睡不着。那通常这样的情况以博士你的经验会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庞大如果我们可能一次没有办法完全的说明清楚，然后我想我们个人了解的也是一部分是。那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说明第一个是大脑，第二个是心脏。我们从神经体系来回顾这件事情。是。那我们人呢有两个大的神经体系，一个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就是大脑可以意识上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的手要举起来，这是大脑可以控制的。是。那一个是自律神经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不能控制的，比如说我的心跳啦、呼吸啦。那比如说我现在叫我的手举起来，我举不起来，就是大脑的系统连不上去。那自律神经的部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它就该跳就跳，该吃饭就吃饭。那睡不着这件事情其实它很复杂，然后医院当然也有专业的医生，然后失眠的科。那我们这边我可能了解的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大脑的部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平常开机，就是我现在可能我们几个事情，第一个我们白天遇到的事情，那已经是过去式了。那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要发生的事情，那是未来式了。那过去式我们要复盘，未来式我们要规划。对。那主持人刚刚讲得很好，我们就像电脑开了很多的页面一样，过去式的开了也忘了关，未来式的 project 档案也开了也没有关。那这些呢会在大脑的意识层。那甚至如果久了又放到潜意识层。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它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那自律神经又分两个，一个是大家都知道，自律神经分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像那个汽车的油门，踩下去它就往前冲；副交感神经呢，就像刹车，踩下去它会变慢。那也很像那个中医里面会有这种阴跟阳的一个观念，它是很接近的，所以阴跟阳是要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可是我们如果要去思考啦，要去动作啦，要去规划啦，我们几乎用的都是交感神经。可是我们要睡觉这件事情是需要副交感神经更多的活化。那我们把交感神经操得太凶的时候，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该动作了，该活化了，该使用的，该产生功能了，它反而萎缩了，慢慢就萎缩了。那所以睡眠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我们国人的安眠药使用量是非常高的，使用人口也是非常高，至少1/10以上。哇，这么高？是至少1/10以上。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到底我们这样才能好好的睡觉？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很有兴趣而且很关注的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刚刚听到博士说，那个交感神经很像是往前冲去做什么的这一个作用，对。可是副交感它是刹车。是的。那我刚刚就联想到，好像我的生活里面真的几乎花心思的都是想要做什么跟该做什么，没有特别为了要让自己学会放松，然后好好的不想什么。所以好像也是因为这样，我的交感神经可能那个太习惯踩油门了，然后后来造成副交感神经呢，它的作用就越来越低。这样，那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对于我们的观众，假设他们也像我有类似情况，那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做什么改变，去训练那一个副交感神经？我们现在因为整个工商业社会，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广告都有什么喝了再上然后诸如此类的啦，非常多的这些的产品，你想一想，其实它都是要我们继续交感神经再炸一下。现在便利商店卖的很好的饮料呢是咖啡，大家就早上一杯，然后到了办公室都先一杯。我这个都很想要说起来，因为这也是咖啡。这很正常，就是我们都觉得好像某个程度就是先刺激一下我们的交感神经，然后再往前走。那没有办法，就是现代社会就这个样子。如何让这个呢？其实非常多人提出很多的方式。那我个人这么多年呢，我们都一直在学术界做研究哈。那我们就是做大脑、做自律神经两个部分。那自律神经的部分，因为我们本来在做讯号，然后做着做着就跟很多人有合作，结果大部分发现，像我出去邀请被出去演讲了，反而不是在讲大脑的机转几乎都在讲如何压力舒压放松。对，所以我才发现原来大家很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然后产学合作案跟 paper 呢，几乎都在做静坐冥想啦，然后芳香疗法啦，是按摩啦，运动啦，那当然这个也是大家常见的方式。那我想这个通通都是有帮助的。在这些有帮助的东西之前呢，可能我倒觉得一个东西比较重要，就是方法的之前应该要先了解，我真的要花力气去让我的交感副交感神经平衡。那交感神经还是要往前冲，不往前冲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对，然后怎么办呢？等下太安逸就不行。对，这个没办法。但是因为我们太有责任感了，反而是太有责任感，我们就一直往前冲。我们可能忽略了我们还有副交感神经要去照顾，那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过去的社会比较不需要太强调这件事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真的是最平衡的状态了。当然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忧虑的事情，但那个时候的忧虑好像没有忧虑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的平衡。因为那时候应该是生存的焦虑。对，那时候是肚子能不能吃得饱的身体的能量卡路里够不够那个问题。现在变成是我们好像都忽略了这件事情，所以或许第一件可能比较重要是我们觉得这件事很重要。那很重要这件事情医学上有个名词叫做病识感，或许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当我们开始觉得有病识感的想法之后，我们才会想办法去调整，去追求各种的方式来调整。回想我们整个一天的生活，然后一个礼拜的生活，我们花了多少的百分比是让我们的身心平衡的状态，然后我们的油门往下吹了起的时间比当然我们像开车一样，偶尔还是要油门踩下去超车一下，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该休息的时间，该平衡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给它足够量到达它可以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个病识感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身体还是迟早人在江湖出来混还是要还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太差，它迟早还是会抗议的。当然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说一定要到医疗的体系寻求专业医师的这个协助这个是必然的。
在那个之前，如果我们还有机会，除了搭配专业医师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之外，我们要有那个病识感，我们自己非常的主动的想说，能不能让我们的身心平衡，这个动机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听到病识感这一点，就让我想到，因为我最近有跟朋友碰面，他跟我聊到说，他的身体有一些状况，造成了他现在工作上不像以前这么利落。那他遇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痛定思痛说，那我未来还有几十年的那个职业生涯需要去度过。所以他从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就开始决定调控饮食，改变他接案子的量，然后甚至呢是他开始也做运动，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他的身体可以回到正常。那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那个病识感，因为我可能也在那一种已经做到有点累，就是睡醒了还是累的状态，可是呢我没有把这件事看得严重到我需要立刻去找到慢慢调整平衡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如果光是看到这边，我们可以因为病识感这3个字去提醒我们自己说，能够让身心平衡，它绝对不会是一个之后再来做，因为如果是之后再来做，它就一直都在之后，而不会在今天。对，现在网络上其实冥想是一个很容易找到的资讯，包含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放冥想音乐，可是其实我有点不太懂为什么有些时候冥想的音乐我只要放下去大概3-5分钟之后，我确实会比较稍微心跳好像感觉到有变慢。像这一个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研究有发现，还是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可以分享？我个人自己有练习 meditation 也很长的时间，是做跟 meditation 有关的学术论文呢，也20几年以上。meditation 这个字眼呢，大概在1970几年、80几年越战之后，美国有嬉皮文化啦，出来就是反对主流意识，然后就引进了一些哈，所以那时候 meditation 就开始在西方在流行。那流行之后呢，有些学生嘛哈，然后他觉得很好，那等到他开始有主导权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做 research。所以那时候第一篇 paper 是那时候他们做出来在 Science 发表，然后发现 meditation 呢血压会降低。很多年以前一直到现在呢，跟 meditation 有关的学术论文，现在大概每年大概已经成长到1年大概1000篇左右，因为全世界的人非常多。那 meditation 呢又跟宗教跟文化有很高的关联，所以 meditation 的形式、方式、理论都很多种。那全世界就当然各地就可能有它的偏好，当地的偏好。像我是研究生理讯号，我们会从生理讯号的角度去看看说，当我们在练习 meditation 的时候，我的大脑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我的自律神经发生什么事情，我的血压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从生理的方式来研究。那很多社会科学家也在研究，比如说心理学家也在研究说，我 meditation 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们发现最多是 DASS depression anxiety， 就是你的忧虑、焦虑、压力，最常见的是这3个，通通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不管从小孩子甚至比如小一点，他有过动啊，学习上能不能专心啊，然后他的学习力会不会提高啦，然后到青少年的情绪啦，尤其现在青少年情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可能谈的是一般成年人工作压力调试啊，那到生病的人，比如说他生病的人他如何让自己愿意有那个稳定的情绪啦，甚至到癌症的中末期，meditation 都拿来做个辅助性的抗疼痛的一个方式之一。所以国外甚至有在开 meditation 的处方签哦。我们来看完医生之后，他不是给你安眠药哦，他是给你一个处方签，然后叫你到隔壁附近的 meditation center， 然后反正保险付费嘛然后去做3个月、几个月的一个练习。那保险公司为什么要出钱呢？因为其实保险公司是最关心人们健康的公司保险公司最不喜欢人们生病，因为要理赔嘛。保险公司是最相信人要健康的活着的公司，他也不断的支持的这件事情。所以保险公司那时候也花很大力气支持学术的研究，结果他发现 meditation 有效。那有效的情况是表示我们的药物可以少很多，那我们的平均寿命也会提高。尤其我们现在遇到很多是
药物恐怕有限，尤其是情绪方面带来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失眠，失眠很多人安眠药吃了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就很麻烦。后续到底要不要继续吃呢？它还有对身体长期不是那么的合适的问题。那有没有一个方式不要吃安眠药，我还是可以一样好好的入睡，好好的起来，然后我的身心平衡。身心平衡后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增加。那免疫系统增加的话，我可能比较不会生病，甚至我在某些治疗的过程，我康复的机会会大增。好，那这保险公司也很乐意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他们几乎就2个同时做，你药物治疗做，然后另外呢就另外开一张 meditation 的处方签，看你要不要啊？你愿意的话，就是拿得到他们认可的 meditation center 然后去练习，当然可能有几个选项啦，看你喜欢哪一种哈。然后那些都是学术上他们去研究发现，这些都可行，都是有效的。结果做了3个月、4个月之后，你真的有效。有效的意思是，比如说你血压高的人，他真的是有显著的降下来，那甚至连糖尿病的控制也会下来，然后睡眠的品质也会下来。那我们就会发现，单单这个下来到稳定的话，我们就可以期待我们的 quality of life， 我们的生活品质会变好。所以经过这个不同的大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对，真的是很好，这个要支持。N 年前我们那个健保卡还在纸张的年代，那时候要盖那个盖章6个章，对，盖章。然后我那时候有做一个 research， 那时候我一开始在想 meditation 很好，对身心健康很好，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问很多人什么叫对身心健康很好啊？那时候大家观念什么叫健康？然后医生的朋友就说健康就是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很好哈，就是你肝心脾肺肾都很好。可是很多人肝心脾肺肾都没有问题，可是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健康。那时候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看你健保卡用几次因为我承认这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指标可是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我去收集了300-400个人有 meditation 经验的人，收集了这里面的人呢，一堆人他们领了那个10年没有用过健保的奖状，那时候有一张这个奖状，所以他们几乎很少去看医生。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很认真的请他们回顾他们使用量，他们的使用量呢比同侪大概少了10几到20几%，而且随着他的 meditation 的使用的越有经验的人，然后超过65岁以上的，他比同侪少了整整2-3成。这个效益它会是一个 long term 的长期的效益，就是短期我们可能今天只是在谈睡觉睡得好不好，好，那或许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 meditation 的方式，然后我们去试了，然后3个月、半年，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好像血压降低了，我好像心跳变慢了，我好像睡眠品质变好了，但是那时候我就发现，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长者呢，他跟同侪比起来，他的同侪呢碰面在聊的是要去哪一家医院看医生，然后这些人呢聊的居然是去哪里游山玩水，因为他看医生的次数远远低于同侪，就那个差异是很大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很好的事情。那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台湾的保险公司或卫生健保当局听到的话，可以考虑把 meditation 也当作处方签的概念吗？对，我们还是可以很好好的来认真的思考一下，因为终究是一种预防医学的概念。做冥想这件事情，它看起来好像是容易做，可是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包括我自己，在以前刚要练习冥想，都会很容易思绪会飘掉，然后思绪一飘掉的时候，自己心里就会觉得那这样就没效，那如果没效，那就干脆就不要做了。通常这种情况，博士你会怎么给他建议比较好？我也曾经亲自协助很多人练习 meditation 的经验，所以您讲这个东西我完全可以体会。meditation 不是吃药，所以它第一个不是吃了就是像用药马上，所以第一个它不是马上。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像吃药一样期待它马上的这个现象。那我们对于 meditation 的期待是，我的大脑就要好像脑袋空空，就是马上好像脑袋就空空，叫做一个改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大脑的意识远比我们想象的太复杂了，然后我们的意识还有表层意识到浅层到深层，一层一层的下去。如果我们练习的过程发现
我用 meditation， 结果不用则已，一用觉得脑袋里面胡思乱想，突然变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是好消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们现在正在对话，那因此我脑袋只能专注在主持人，专注在这个环境。现实上再进去一点点存档的呢，可能是我来的过程，我昨天怎么样，前天怎么样，然后我明天后天又有什么 project 需要处理，那个被压到第二层、第三层去了。现在我们就在这里面对你当下。那如果不静下来的话呢，那些压进去的 memory 是不会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把有效视为无效，它就是有效，所以我才能够静下来，它才会冒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要自我建设，它是有效的。真的，那我能不能问个问题是，因为我有看某一个那个矽谷很有名的投资人叫纳瓦尔，那因为他也有提到是冥想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接触佛教嘛，那所以也会打坐，有的是数息，然后有的是可能我们就画头禅，心里就默念一句话这样。那纳瓦尔的说法，他反而是说，其实你就是坐在那边闭着眼睛，看着什么画面出来，没有一定要去处理它什么，你就是让那个画面一直跑。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像博士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积压在里面的记忆，随着你只是专注内在而已，而这些画面就不断的往外跑，而它在跑的过程很像是它在重新整理。这两个方法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但很接近。一个是思绪像冒泡这样出来，我去专注一个东西，然后它冒它的，我专注我的。所以我可能专注在定点啊，专注在呼吸啦，专注在一个念头啦，然后专注久了，它冒着就会变少。那要跟主持人跟大家说明的是，不会冒到5，因为我们每天还是会产生新的体验，对不对？不会冒到5的意思是。我们功力还不够，这样可以接受吧？但至少我们有在清的，就像家里我们再怎么清还是那样。那我们的意识层里面呢是太多东西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有心理建设，是有清绝对比没有清好。我们都知道贾博士其实很叛逆，然后跑到印度去修炼了很多年，他 meditation 对他帮助很大。然后他帮助很大是，你想一想，他贾博士他做设计，他也就是讲句那个一点，他笔拿出来画一画，然后就告诉你就长这样子吧。然后他就那个灵感出来画一画，设计出来，现实上不用太久时间啊，可它影响了整个世界很长久。所以meditation 尤其现在在 AI 年代，对于我们需要高品质的这一种产值的人来讲，他非常需要，因为越能够接触到内在那一种比较纯净的这个状态，我们出来的灵感会越多。那有些会觉得他练习了几个月没有什么用，他自己认定的没有用。可是我发现我那时候有做一个，就是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可以从心脏来量，有一个心率变异率，heart rate variability。那大家去查 HRV。那 HRV 呢，它随着年龄呢，它的总活性会越来越降低，就一个自然的衰减跟老化，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事情。那我们身体状态如果比较差的时候呢，这个 HRV 会突然往下掉。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估测出来，你 HRV 突然往下掉，可能是感冒的前夕啊，你内在已经先反应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很短时就可以看到的变化。那有一次就量。那量了之后发现，他还做 meditation， 然后那次是一个课程，然后大概1个多小时的练习，前后，那我们回推自律神经活性的年龄呢，总平均下来，统计上的有效的话是降低了快9到10岁，9到10岁在1个多小时以内。对，前测后测前测后测有一个大概25、26岁，大学毕业后不久出来工作，眼神看起来都非常的疲惫。然后呢，他们给自己冠了一个名称叫初老症，不知道拿来自嘲或是如何，就发现他对初老症是真的存在的。他的前测40几岁，20几岁的年轻人40几岁，那结果呢，他 meditation 完呢，他降到了15岁。那因为机器最多就15岁，他降到最低值，对不对？因为他年轻，他的改善就很快。越早开始练习 meditation， 对你的帮助一定是越大的。因为自律神经的活性的调整，就像刹车跟油门，我们越早去保养，越早去做这个调整，对我们身心是当然一定是更好的。
那如果你说我已经有点年龄了，那要不要再调整呢？还是要调整，因为赶快调整，后面恶化的情况，试着让它稳住。那至少我们到了后期还会非常的愉快。如果我们比较年轻的朋友，刚好是比如说30岁以下，然后尤其可能刚从学校然后去毕业工作2-3年，然后一时间这种社会，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压力很大，然后他又不是还没有从学校生活调整过来，他那个一时间没有调整，他其实会很快速的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身体，然后这个过程他就进入很快速的初老的状态。我讲的是这个的话，那如果您在30岁以下的话，我真的鼓励你赶快练习，可以考虑用 meditation 当做你保养的方式，是因为很快的让我们调整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心好像开始进入一个平衡的状态，然后呢，你的朋友客户看你就觉得比较有精神，那个精神是至少跟那个你之前那种初老的状态比是不一样的，懂，就是该有的那个年龄该有的精神。像如果我们现在是有想要开始做冥想的，那通常啊，进入那个冥想开始产生有效的这一个状态，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甚至他也不一定有一个模板。那他有没有一种自我感测的方式，让我知道说，我今天静下来做冥想了，那应该差不多对我而言已经有起到一点点小作用。我有建议3个，而且不用找专业人士，自己就可以检测到。第一个是心跳，心跳有没有降下来？我想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是，那心跳大家可以自己量嘛，把脉啦，然后摸一下心脏啦，meditation 完之后，你的心跳数大概几下，就是花个30秒，然后自己数一下，然后很认真的听一下自己的心。那你估一下心跳数，一般现在大家80几、90几越来越正常了，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72下的年代，8、90的会越多。但如果您可以从8、90变到降个5、降个10，效果其实就出来了，就已经有出现那个效果。是的。那第二个量呼吸，呼吸就是每分钟呼吸几下，但每分钟呼吸几下这件事情很好量，是，就是我们就静下来量，我们就放着自己的肚子，不用刻意，但刻意的话是练习。刻意练习就是我吸气的时候呢，最好吸到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这样出来。腹式呼吸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氧跟二氧化碳的交换比例提高。所以我们在同样的空间如果你用腹式呼吸的人，你吸进来的氧气的交换率会高于你的同侪，在同一个空间二氧化碳的交换率提高，你自然看起来比较有活力。那不练习的时候，你就自然的去看看吸气，然后吐气1分钟，然后你吸吐几下。那正常人12到18下，那如果你可以从18下降到15下，降到12下，其实不错了。那现在我们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鼓励你，那慢慢的会鼓励你到8下到6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我像我们现在在做捷运的时候，我现在最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做捷运的时候，我就静静的观察我的呼吸，结果就看着对面那个人，我的呼吸吸吐做完了，对面的那个人大概做了3到4下所以我自己现在大概降到一般人的1/3到1/4，就是我自己大概平均1分钟大概3到4的次数。这样是很慢绵长的对，这很种呼吸，绵长。对，那这是我自己已经有练习有做到了，是，好，我才敢这样讲。那不是你刚刚有提到那个科学冥想，我对这个词好奇的是说，它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冥想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般的冥想呢，通常是来自于某个哲学体系、宗教体系。那因为以前这种大思想家、大宗教家，他才会去注意到身心的平衡。可是我们现代社会一想到哲学，一想到宗教，觉得它很玄，它跟我应该没有缘分。但是呢，我们撇开他所讲的那个论述，有佛啦，有上帝啦，我们扣掉这种描述性的这种知识体系的架构之外，你仔细去观察他到底怎么做的，结果发现呢，有太多的共通性。那我们把这些共通性整理起来，我们可能用科学冥想这个字眼。如果说我一天要安排2到3次短时数的冥想，可能一次就5分钟或10分钟，那通常这3个的时间间隔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还是说我睡前大概多久以前我至少要做完最后一次，我那一天会可能好一点点？练习呢，我会建议
有空就练。那个有空是指如果我们前面开始讲的病识感假设我们病识感真的把它当这件事情当很重要的话，那我们一定有空。比如说我们如果假设做捷运，打开手机先不要看你的行程，然后现在我们冥想的这种东西可能耳机接上去就可以3分钟5分钟然后先让我们开机，就是好好的开机。中间呢比如说要开会前夕要做决策的前夕，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再 reset 3到5分钟这个其实当下的工作效率会提高然后第二个呢也不会累积到晚上因为我们在白天就一直在把它 reset累积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到晚上呢当然也留给自己更好的状态，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不要再去想事情那时候就专心的做放松的 meditation， 然后就专心的睡眠，那当然是更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借由科学冥想，我们整个白天到晚上经过几个月一段中长期都变成习惯以后，它才在说当我们很专注，那个专注不是意识用力而是它就是个习惯的时候，那我们就只会在有点禅宗的那种叫当下这个字眼，就是我现在只注意这个画面那其他我开的画面呢它就会被淡化，那个微停权重就几乎很低很低很低那我们平常不是，我们平时可能是其他的画面我们都还摆了相当多的权重。那这样的话一方面我现在当下现在要处理这件事情，我会赋予它最多的专注力，最多的精神能量，它的效果也会最好第二个我也几乎在练习把其他的画面就已经开始淡化就是利用专注就已经在淡化其他的画面了那每一次就是处理一个画面所以这样到晚上要关机的时候，这些画面其实是已经很淡化的画面，那要再把它关掉就容易多了对所以回到那个专注训练要从白天就开始是有道理的我们有一个现象叫 RSA 是指一次呼吸当中的最高的呼吸跟最低的呼吸的差异。如果这个值比较好的人呢，他的免疫系统也会比较好他的情绪也比较好线上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就交感，吐气的时候就副交感那因为这个时间太短，所以我们副交感神经还没有活化又跳回交感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讲呼吸，您可以从每分钟18下变成12下，甚至变成8下6下，我们用6下好算，6下的话就是你吸吐10秒钟那各切一半的话你吐气就花了5秒钟那跟你18下的人比起来，你吐气副交感就将近3倍，然后结果那个数据是它的最高是85，它吐气可以吐到60每分钟心跳然后吸气又到正常的85，那吐气又到60。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只要在一个呼吸的同时，吐气的同时，就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开始活化，作用到足够好所以并不是刻意去赶快做个科学冥想，那已经是一个提醒工具那希望把这个工具让我们练习到都已经到融入了日常生活，融入之后呢，我们每一个吸气的同时都可以吸入比平常旁边的人更多的氧气energy 更高吐气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呢能够更活化，所以就在一个呼吸的当下，我们其实就在调节我们的交感副交感神经的。所以这个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个名词人家说什么泰山崩于前而不改于色，那个我想那应该是一种境界，就是他做到那个境界，他泰山崩下来就很大的压力下来的时候，现在很多人是压力一点点就触发了他的杏仁核绑架，然后就边缘系统就暴怒，但是呢他可以当下一个吸气跟吐气就把这个东西给调整回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情绪可以在每一个当下就可以调整回来，而且我在跟大家报告的是不是意识来控制因为这是自律神经，自律神经是心跳，是大脑无法控制的，它需要养成习惯。那科学冥想是希望鼓励协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当养成这习惯3个月6个月半年，可能会看到你1年后你的心情也改变了，血压也降低了，
人际关系可能就变好了。所以科学冥想对大家的帮助应该是身体健康、心理平衡。所以我们真的觉得，让很多人都有这种科学冥想的帮助，应该对这社会是非常正面的一个事情。那不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假设我们今天等3分钟后就要开会，可是呢，我现在心里还有点躁，静不下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透过调整、自我调整或改变专注的位置，然后呢，让我们自己的那一个心可以赶快定下来？如果我们白天马上要用的话呢，对，我建议有2个方式哈，就是专注。如果我们速度很快的话，当然很多人可以专注心脏哈，然后或者专注肚子看我们的呼吸。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是专注掌心。要怎么做？也不用特别怎么做，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这样坐着，假设在3分钟开会，然后平常如果不跟旁边人互动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子嘛，哈。那您可以考虑呢，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不需要就先摆着。那眼睛如果轻闭，人家觉得你很奇怪的话呢，你就这样静静的坐着，注意力就注意着掌心。那这个目的是让我们纷乱的思绪让它跑，然后我们要有一个对照点嘛，哈。那刚刚我有想要讲3个还没讲完，一个就是呼吸变慢，心跳变慢，第3个是体温会升高。体温会升高？对，因为很多人你跟他握手，你就觉得他手冰的，因为那个就是血液循环没有到末梢。像比如说，好像我马上要开会，对我们就人家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嘛，然后我可能还是在面带微笑跟大家在打招呼嘛，事实上我已经在偷偷的练习科学冥想，专注掌心，就是把我的意识拉到这里。当然老板在上面开会，你也可以看起来好像专注他，事实上你也在专注掌心。然后会很有趣哦，如果思绪静下来之后掌心会跳，掌心事实上会跳，那其实就是拨一点意识去注意到它，就把它当做一个你的小宠物一样去盯着它。然后当我们慢慢的越专注我们的这个掌心这个小宠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好像在跳，因为它的跳动就是跟那个心脏会同步。然后如果我们越能够感觉它跳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个温度，然后这时候你会觉得手会变热。那如果手变热的话，某个程度是好事，就是心脏这个到末梢有接起来了，然后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到末梢，我想这是好事，微循环上是好事，所以可以考虑这个是有点老板讲老板的，我们做我们的。那做捷运的时候，然后搭公车的时候，可以没事就是看着旁边，然后不要滑手机的时候，专注我们的掌心。那掌心觉得有温度了，那接下来还有时间的话，那就可以再来调整，继续专注我们的呼吸。因为呼吸的话要做比较多，那这个大家有机会我们在科学冥想的课程呢就会讲，因为那个讲起来要比较久，需要系统性的这样的带领跟练习。所以短的话，体验掌心温度，体验掌心的跳动，这个也分享给主持人，分享给观众朋友，可以尝试看看。哇，很感谢博士今天跟我们聊那么多，因为我其实这样在听，我自己是蛮跃跃欲试的。刚好我们明年频道也是有很多想要推进的事，可是今年最明显感觉到就是精力一直补不回来。那今天终于得到答案，就是副交感神经可能萎缩的太严重了。我接下来呢，我们都会好好使用这样的呼吸法。第一个，我们学到专注掌心；第二个呢，甚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专注力移到我们的心脏，或者意识到我们的呼吸次数可以减少。那这些都是可以训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让我们的自律神经可以达到平衡的状态哦。那博士能不能最后请你介绍一下科学冥想这一堂课？我跟临床心理师在好学校开设了一门线上课程，自我修复的科学冥想舒压课，21天心脑 reset 计划。那这会是现在全台湾唯一结合脑科学、心理学、冥想3合1整合的线上课程，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会完整有系统的用21天陪伴您，带您达到身心的平衡。那其实像我自己也有看到课程的内容，那包含这个科学冥想也有稍微体验到博士你们做的那个服务。那我自己在使用上呢，感觉真的在我工作疲劳或者是脑袋很难专注的时候，它是有帮助我。谢谢在那个过程真的在几分钟，我稍微静一点，
对，因为可能我12月真的算是比较累一点哦，生意很好的时候，很推荐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课程资讯呢，我会把课程的资讯连结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谢谢博士。好，谢谢主持人。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